最近印度又出奇葩事了，一只鸽子在印度孟买被捕，并被关押了8个月，因为印度当局在鸽子的腿环上发现了中文字样的图案，因此怀疑这只鸽子是中国间谍。然而，这只是一只来自台湾的赛鸽，也不知道这只鸽子在印度这8个月里受到了怎样的审讯，希望它被释放之后还有力气飞回台湾。印度的奇葩新闻似乎格外多，比如喝牛尿，连蜥蜴都不放过什么的。我们总是把印度当成国际社会的小丑，然而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说，印度迟早会赶上甚至超越中国，这真的有可能吗？其实比较中印两国的历史，会发现二者的共同点还真不少。中印两国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，在古代历史的早期，两国的发展脉络可以说非常接近。首先，印度有种姓制度，而中国的礼乐制度也不遑多让。印度的种姓制度主张血统论和阶级秩序。根据婆罗门教圣典离句吠陀的描述，巨人普鲁沙死去时，他的嘴变成婆罗门，他的双臂变成沙地利，他的双腿变成吠舍，他的双脚生出首陀罗。婆罗门是掌握宗教的祭司阶层，沙地利是以部落首领和武士为主的世俗统治阶层，吠舍主要是从事农牧工商的平民，首陀罗意味着数量众多的奴隶。但在婆罗门、沙地利、吠舍和首陀罗这4大种姓以外，还有一个阶层叫做不可接触者，即被排除在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贱民。贱民是怎么来的呢？这4大种姓之间壁垒森严，不可通婚，通婚者生下的孩子就是不可接触的贱民。哪怕是高种姓的婆罗门和沙地利通婚，他们的孩子也是贱民。印度的种姓制度形成于公元前14到公元前9世纪之间，而中国的礼乐制度形成于西周初年的公元前11世纪，两者形成时间非常相近。如果说种姓制度主张血统论和阶级秩序，而礼乐制度就讲究长幼尊卑和身份秩序，换句话说，你在这个社会上处于什么地位，都是一出生就决定好的，这一点中印两国都不例外。说完了制度，再看3对人物。一是都处在轴心时代的佛陀和孔子，这2个人物都是2个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，分别开创了佛学和儒学2大哲学思想。佛陀诞生于公元前563年或公元前480年，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1年，两人称得上是同一时代的同龄人。他们都处在大分裂的动荡时代，而且都云游四方，一路走一路收徒。他们都主张个人修为，强调社会伦理，渴望建立和平的理想国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他们的理想都没有实现。第2对关键人物是分别统一了印度和中国的2位皇帝，旃陀罗笈多和秦始皇。旃陀罗笈多在公元前322年建立了印度的第1个统一王朝孔雀帝国，而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的第1个统一王朝秦帝国。这2个帝国相差仅仅100年，都开创了中印两国各自的帝国时代。第3对关键人物是阿育王和汉武帝，作为2位不曾见过面的帝王，他们之间却相似的宛如异父异母的兄弟。这2位帝王都不是开国之君，但在扩张领土上都有相似的爱好。阿育王南征羯陵迦，汉武帝北征匈奴，都将帝国的疆域扩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范围。除了直接吞并领土，两国也通过外交等软实力手段扩大影响力，比如阿育王主动向南印度、埃及、马其顿、希腊等地区国家派出使者，汉武帝则派张骞出使西域，沟通了大渊、康居、大夏、乌孙等西域国家，沟通连接了整个欧亚大陆。阿育王和汉武帝在思想教育方面也高度一致。阿育王结合佛教伦理道德，创立了国家的政法，并将雕刻有正法的石柱树立在全国各地。汉武帝一改汉初实行的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，采取尊崇儒术、罢黜百家的政策，将儒家思想确立为正统思想。阿育王晚年皈依佛教，对过去的屠杀、战争和人口放逐表示无限的痛苦和悲伤。汉武帝也在晚年感慨朕即位以来，所为狂悖，使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。或许世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这2位伟大帝王在人生最后时刻都展现出一丝已识乾坤大，有脸草木青的温情。
总的来说，中印两国在古代历史早期有着很多共通之处，不仅发展阶段高度同步，连影响国家的大人物都是成对出现的。不过在印度人的认知中，他们可不觉得两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，而是自诩华夏人民的精神祖师爷。在印度的历史教科书中，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：印度文明让中国人了解心灵和精神领域的知识。这种认知虽然容易让中国人拍桌子骂娘，倒也不是凭空来的。中印两国之间虽然隔着巨大的青藏高原，但是在古代时期仍然存在着非常频繁的交流活动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因佛教传播而出现的僧侣往来。相传佛教最早进入中原是源自东汉的永平求法和白马驮经。当时汉明帝因梦见金人，所以派出使者西行求法。后来在汉明帝的邀请下，印度僧人竺法兰与迦叶摩腾牵着白马，驮着经文来到洛阳。这次印度僧人抵达中国的时间是永平10年，也就是公元67年，这被认为是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。不过更多的史料表明，早在公元67年以前，佛教就以不同的形式抵达中国了。比如在公元前1-2世纪，有印度僧人从加湿弥罗国，也就是今天的克什米尔出发，抵达新疆南部的于田，他们很可能是直接翻越帕米尔高原来的。再比如在汉哀帝元寿元年，一位来自大月支的使者向汉朝的一位博士弟子景卢口授佛经，景卢可能是中原内地最早接触佛教的人。整个东汉时期，大月支、安西、康居、印度的许多僧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将佛教带到了中国大地，而中国本土佛教禅宗的创始人达摩祖师也是一位外来户，他是在南朝梁武帝时期从印度跨海抵达中国的。相对从印度来到中国的僧人，中国前往印度求法的僧人在中国更加家喻户晓。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几乎是刻在每一个华夏儿女 DNA 中的童年记忆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佛教接受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改造，转型为禅宗兴起。由于禅宗的教义是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讲究顿悟而不是研习晦涩的经文，大大降低了佛教的门槛。用现在的互联网话术，就是抓住了下沉市场，因而得到了广泛传播。现在中国盛行的佛教基本都是禅宗一脉，而非印度佛教了。现在问题来了，既然古印度有如此辉煌的过去，甚至一度当上了中华文明的导师，那它是怎么混成今天这副样子的呢？根据2021年的数据，印度人均 GDP 仅有每年1877美元，大概只有越南的1半多一点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印度的社会经济水平大概只达到了中国2005年的水平。2016年的时候，印度有 22.5% 的人还处于贫困状态之中，而与此同时，中国这个指标仅有 0.5%。比较具有侮辱性的是，连越南的贫困指数都远远低于印度。此外，印度的通胀水平和失业率也都显著高于中、日、越3国。为什么印度明明拥有大量人口、广袤领土面积、丰富资源和源源不断的外国援助，发展别说超过中国，连越南也不如呢？印度文明最大的痛点，也是这个民族最大的伤疤，就是印度的地理位置。地理环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民族和未来。比如欧洲资源相对贫瘠，又多海岛，有曲折的海岸线，所以发展出具有扩张性的海洋文明。而中华文明的西面是不可逾越的喜马拉雅山，东面临海，整体环境比较封闭，所以文明相对保守。那么印度的地理环境是怎样的呢？有一句话叫整个印度历史就是一部被侵略的历史，意思是印度这个地方实在太容易被入侵了。除了北面的喜马拉雅山脉，整个印度平原一马平川，畅通无阻，无险可守，这就造成印度历史上多次被侵略。从最古老的雅利安人到马其顿、贵霜、白匈奴、突厥、阿富汗、莫卧儿以及最后英国等等，就连中国也2次打入印度，一次是在唐朝。公元647年，唐朝派遣王玄策、蒋师仁使团访问戒日帝国，他们到达宫廷，印度的政变已经发生。一位诸侯阿勒纳顺发兵袭击，扣留了使团。
王玄策逃出印度后，向尼泊尔借兵7000，向吐蕃借兵1200，对印度发动了反击，攻破了中天竺多座城市，俘虏了阿罗那顺和王公贵族1万人。以区区一员外交官身份达成灭国成就，王玄策也算史上第1人了。第二次就是1962年的中印战争，中国抓住美苏导弹危机的短暂机会窗口，几天内就一度打到印度首都附近。如果不是后方撤军的命令很快传来，平推印度首都也不是什么难事。除了中印双方兵员的素质差距，印度吃亏就吃亏在地形。要防守这么一大片平原，诸葛亮来了都得摇头说另请高明吧。由于遭受多次入侵，印度次大陆也再难形成稳定的统一政权，尤其是王玄策借兵团灭印度的举动，进一步加速了印度的分裂。此后的印度经历了几百年的内乱，整个南亚次大陆四分五裂，直到英国人到来才把他们重新统一。在这上百年的战乱里，原先辉煌的印度古文明无人继承，遑论文明的进化发展了。比如说如今最禁锢印度发展的种姓制度，由于种姓制度完全锁死了社会的阶层流动，导致印度空有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名头，人才储备却和13亿人口的中国没得比。从印度的人口数量上看，婆罗门约占 5%， 沙地利约占 4%， 这2个种姓长期垄断国家政权。换句话说，印度的精英永远只能从这不到 10% 的人口中选出来，不知多少低种姓的人空有聪明才智，却由于出生一辈子无法出人头地。而另一方面，作为印度的反面，中华文明虽然一开始也有门户森严的礼乐制度，但随着历史发展，门阀制度消亡，隋唐大兴科举取士，到了宋朝，平民宰相一抓一大把，极大促进了社会流动。此外，印度的另一大问题也是长期的被侵略史导致的，那就是内部的不团结。印度历史上征服者无一例外都带来了新的文化，而这些民族最后本土化，成为印度诸多民族之后，更是让南亚的民族变得更加混乱复杂。举个例子，光是印度官方承认的语言就有100多种。从这就可以看出，当初中国的秦始皇统一6国文字是多么高瞻远瞩的壮举。因此，任何政权要想对印度各地方势力进行整合，都可以说是地狱级别的难度。哪怕今天执政印度的莫迪政府，也只能抓住印度教这个点来打造国家认同，但这同时等于放弃了印度大量的伊斯兰和锡克教人口，只能说是舍一保一的下策。而无论战争还是国家建设，都需要有组织的人来执行。印度已经没有了地利，人和一项上也不占多少。一旦天时不利，印度的失败也就是可以预见的。如今的印度，除了一些骄傲狂妄的大国情绪，在实际发展上却举步维艰。种姓只是印度困局的一个侧面，民粹盛行、女性人权、内斗、腐败等等问题都制约印度进一步发展。这个曾经辉煌的文明古国，急需一场不破不立的大手术。